我问一下子，是不是大伙都这样啊？做饭不知道做啥，出门不知道吃啥，外卖不知道选啥。看了一圈美食视频之后，最后泡了个方便面。更可气的是，我以为俩人能商量商量呢，但是我上一秒看我弟那个手机横着，还在那嘎嘎笑呢，下一秒眯眯个眼睛说困了，告诉我嘿嘿，随便整啥吃啥，随便。我他妈，哎，你说他这个死出像不像你那个栽在沙发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对象？来吧，我这个炖豆角有点东西，因为你得在五花肉里挑豆角吃。我又在冰箱里翻出了2斤鱿鱼须，感觉得买7、8年了，给它扒拉出来得了。还有这个解决随便的最好办法，你把你家楼道你那个墙皮抠下来，拌里头好吃的新疆大盘鸡。最后把昨天剩的俩菜热热，烩成一锅面条，管咋的，这是顿正经饭呢。来看看今天的随便啊，椒盐鱿鱼须、炸鱿鱼圈、大盘鸡、五花肉炖豆角、红烧肉面条、原汤牛肉面条。我做到这儿，我这个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哥，为啥没整个锅包肉啊？你看没看着他这个死出像不像你那个对象？净干的没屁搁了嗓，还死来奶事儿。前两天回村里串门去了，这下雪之后的村子可太渴了，就真的感觉山上的空气和城市是不一样的。我甚至感觉这个空气是清甜的，而且山上的雪都是亮晶晶的。我踩的这个地方是山上雪最浅的地方。其实今年雪小，往年雪大的时候跳进去基本就看不着腰子了。要是愿意发呆，就趁有太阳时候躺雪里，啥也不想，就听风声，贼舒服。但下山时候我们开错道了，找了个老乡问路，老乡还挺热情，他说你们要不着忙就在我家待会儿。我家那俩羊干起来了，你们猜猜谁赢面大？来看看今天我这几个姨都给做啥好吃的了啊！这一锅是干靠的羊排和苞米，这锅上面蒸点白肉，下面这是我最愿意吃的小笨鸡炖土豆干，这土豆干梗梗啾啾的，可有嚼头了。这还有一条干靠的大鱼，我老姨夫做了个纯农村菜，炸黄豆芽，这玩意儿越嚼越香，比土豆干还香。然后我来，我姨姥爷店里吃肘子，我昨晚现给炖的，今天连锅给端来了。然后买了2只龙虾，这过年红彤彤的，老头看着多喜庆。我们呢是早上一起上的车，开了不到3个小时，我发现这家伙比我能憋尿啊。我二姨还整不少野菜，我都不认识啥。他说一共2来个菜呢，你们要饿了先出去喝点西北风去。完我们哥仨上车干游戏去了。这游戏陈小春代言的，上来直接100级，开局就一把刀，装备无限合成，3天就能干出火龙套。完动不动就100倍暴击，又爽又解压。要玩好了卖装备还能整点呢，点左下角就能玩，无聊的时候可以干一下。完饭好了我们就赶紧回来了。我一瞅这桌子上19个菜，我说二姨你不说20多个吗？要不说我跟我二姨好呢，人一句话就给我讲明白了。他说你们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赶紧给我滚。反正这一桌子除了那点鱼和虾，剩下什么肉啊菜啊都是自己家养的。这毛葱炒鸡蛋也好吃，我吃2碗饭。不知道为啥他种着毛葱吃着发甜。我再强推一下这个炸黄豆芽啊，真的贼香，这一盘都让我吃了。后来酒过3巡，我小哥性情了，他说喝饮料没感情，但开车了没办法，给大家干一碗肘汤。咱说心里话，我小哥这人能住啊，有汤他他妈真喝呀。我头2天回屯子杀猪去了，带了2个人和200来个塑料袋，就为了给我奶顺个肘子。但是肘子掏完了不敢往前院去啊，就藏后院雪地里了。完了我们还有模有样的混淆了一下现场，但是玩雪玩的实在是太高兴了，我一抬头根本他妈分不清哪个里有肘子。我们回来时候大伙已经开始炒菜了。完我看我三大爷那屋直冒烟，我寻思我三大爷着了呢，我赶紧拿着手机就过去了。完了发现我三大爷在那炖肉呢，我让我三大爷踹出来之后上北屋挠脚筋去了。等我啥调料都找不着，我二大娘给我撵车库去了。我一看车库藏着一位高人呢，我这远房老弟翻2上勺给我看直眼了。我心说我大爷这不是喊我来吃席，这是喊我来学习呀。后来我把坐着没事都喊来了，我说来老弟你做菜我开班，咱俩狠狠掏他们一笔。来吧，吃香香的，我得赶紧找地方做了，要不等会儿他妈塑料袋白带了。为了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，我特意跟我弟分开做的，这也属于是优化资源配置了。完，我姐在旁边扒拉我说别卖单了，那帮老小都在那喝酒呢，赶紧转桌吃血肠啊！我跟你说，全村他妈最有心眼的就是他。他告诉我那酸菜、五花肉、大肠啥的，你打包回去第2天热才香呢。你今天这顿你就吃血肠和血豆腐。咱说好在东北杀猪菜管吃管甜，要不这一桌人第2天醒酒之后，可能都以为我大爷家杀猪根本就没灌血肠。上屯里吃席，你记我一个口诀，叫先找锅再上桌。你看住了大锅，不怕坐错桌。你就像我似的，盛碗饭就蹲酸菜锅着吃，你跟他们喝个嘚儿啊，你社交恐惧症。我本来吃完这碗饭就要走了，我大爷告诉我晚点走，让我拿点杀猪的伴手礼。我一看肘子、排骨还有肉，我们30来斤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完，我确定没有啥再能顺走的之后，我说大爷，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吧，你家后院那块地来年你好好翻一翻，别问为啥，问就是整好了能出一棵肘子树。
我奶呀87了，从来没吃过蛋堡。完了，他还惜命，他觉得外面这种小摊的肉不好。我干脆买个机器，我说咱回家自己做。但我也没做过这玩意儿啊。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的夜市上吃的这些师傅，错了不少。后来终于让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从来不加糖。你说这个那他气不气人？完我研究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就3步：把鸡蛋整熟，把肉馅整熟，把糊倒进去，给他们都整熟，勤刷点油，把那皮儿烤脆了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酱，再撒上孜然和芝麻，你就吃去吧。你这边在那吃，那边枪毙你2大爷，你都不心疼。我爷我奶一人空口吃俩，完我奶让我再烙一锅，明天早上吃。但没肉馅了，我说我下楼买点，我奶还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，说没有就别往外折腾了。奶这正好有一盘肘子，你看能不能凑合凑合？这肘子放的确实比肉馅香，一共就烤仨，出锅就让我奶说半贵了。完我把大家剩的米饭做成烤饭团了。我弟说这个热量爆炸呀，这得运动运动再吃。他拿那华为电子表设了一个1000米的燃脂跑，这表是前两天我俩趁得物活动买的，打完折才500多块钱。经典的外星人表盘，还有好多运动功能。这两天正好有官方的限时补贴活动，除了数码产品，衣服和鞋都打折。点评论区链接或者上得物搜126962就行。完我弟跑了没有200米就瘫沙发上了，热量还没爆炸呢，心率先爆炸了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我这个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.5块。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话，我打算咬咬牙狠心卖3块。完临走之前，给我爷我奶明天饭也安排出来了。早晨喝粥吃土豆丝煎蛋，中午喝粥吃红豆饼和韭菜盒子，晚上喝粥吃他那肘子蛋堡和玉米烙。我奶说你不行，你买俩花卷上来吧。你爷不能一天光喝粥啊，那也吃不饱啊。哎呦我操！操，这虾不好。女同事要上家来看你了，这一锅面条子你也挺有面子，但我只能自己吃了，我终究还是我还是不行。想招给他俩整碎他，安排他俩在一起，想招给他整化他，就这么地吧。咱说你给女同事整这玩意儿心细一点，这他要敢说一句不好吃，我腿他妈给他打折的。烤破这块带去呗，正好多分几个女同事，找个地方酿娘，正好能找个没人的地方给他酿一宿。咱说你给他带2块这玩意儿去，不吃迷糊他呀？不是红，你不减肥了？我等会儿口嗓子有点吐了。你说切他妈4块，就一个女同事吃着了。这些料呢，你要不是开饭店的，我建议你买现成的。说多少回了，别放鸡蛋藕片啥的。这肉是贵，但这不正是你表现的好时候吗？送牙舌了吗？啊，给我。这大哥你谁呀？你录像呢？没有，我那什么，我看个电影刚才。我说对象给我就行。啊，包装也不错，回头让我媳妇给你好评。我操你妈！他妈拿我当送外卖的了。